孙悟空作为中国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的主人公，从1927年到现在，至少有50个演员扮演过，但是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屈指可数。而在这其中，要数六小龄童扮演的最为经典，因为其他演员都是人学着演猴，只有六小龄童是猴学着演人。六小龄童之所以能把孙悟空演绎得如此完美，完全离不开他父亲六龄童的培养和指导。六龄童被称为南派猴王，声名显赫，是绍剧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演的猴戏是出神入化，堪称一绝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他在1960年主演的绍剧电影《孙悟空3打白骨精》。六龄童的表演水平远远超过六小龄童，面部表情和动作的细节十分到位，可见其艺术功底的精湛。电影集合了绍剧的精髓，同时也加入了一些特技，效果甚至比后来的86版《西游记》还要好。这部电影在60年代曾红极一时，还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。上映后就发行到了72个国家和地区。故事呢，讲述了唐僧师徒4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，途经到怪石零星的碗子山前，悟空见妖气弥漫，断定附近必有妖怪出没。八戒却不以为然，觉得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妖怪。悟空就让八戒前去探路。又气又累又害怕的八戒走了一小段，就在大树下睡着了。打算待会回去就给师傅编个谎，说这里叫石头山，前面的石头洞妖怪众多，不过见了他老猪都纷纷俯首跪拜。哪不知这一切早被一旁的悟空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里，所以等八戒回去还没说就被悟空给揭穿了。随后悟空让他们在原地休息，自己前去化缘探路，并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，嘱咐他们不得离开半步。山中波月洞的妖怪白骨精一心要吃唐僧肉，但是畏惧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不敢贸然下手，就先后变成下山斋僧的村姑和朝山进香的老太，骗八戒和唐僧离开圈外，但2次都被悟空的火眼金睛给识破，化身也被金箍棒给打死。唐僧责备悟空连伤人命，难逃罪过。悟空说方圆百里渺无人烟，他一个年轻女子怎会来到这里？白发婆婆又怎么行走？这分明是妖怪变化，要害你才是真。白骨精接连2次未能得逞，就再次变为老头对唐僧施工心计。悟空一再提醒师傅不要被妖怪所迷惑，可唐僧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哪怕就是妖怪也绝不允许悟空再对老头动手，并念起紧箍咒保护老头。而悟空为了师傅的性命，忍着剧痛再次把老头打下了山崖。这时白骨精假冒佛祖的名义从天上飘下素布，责备唐僧不该姑息悟空，否则难取真经。于是唐僧写贬书将悟空赶走，从此断绝师徒恩情。悟空只能含冤返回了花果山。接着白骨精把波月洞变成寺庙，让唐僧和沙僧中计被捉。八戒趁机逃走，前去花果山求援。悟空不计前嫌，和他一起下山营救师傅。途中见白骨精的老母正要赴宴前往吃唐僧肉，于是将其打死，变成老妖的模样，去到波月洞。在盛宴前，悟空用计让白骨精重复变化为村姑、老太和老头。目睹这一切的唐僧才知道先前全是妖怪的诡计，痛恨自己不该是非颠倒、人妖不分赶走悟空，枉发慈悲祸及自身。此时悟空现出真身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，终于将白骨精打败，并用3昧真火将其烧得灰飞烟灭。师徒4人自此同心协力，继续前往西天求取真经。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都是由当时最著名的艺术家扮演，像扮演唐僧的萧昌顺、扮演白骨精的张艳秋都是当时的名角，包括扮演猪八戒的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是六龄童的亲弟弟七龄童，他表演的猪八戒完全可以独自成章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电影里的猪八戒是黑色的，这是因为中国曾经都是养本土的黑猪，但是之后从国外引进了养殖成本更低的白猪，所以后面《西游记》里面的猪八戒都成了白色的。电影中还出现过一个举令旗的小猴子，他是六小龄童的哥哥小六龄童，从小天赋异禀。一开始老猴王就是要把猴戏传给他和僧儿子，但是事与愿违，2个儿子都先后患病去世，因此猴戏继承者的身份才落到了最小的儿子六小龄童身上。拍86版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要凭真功夫，六小龄童并不是最佳人选，是老猴王的一再推荐下，导演杨洁才点头同意。随后老猴王赶鸭子上架，传授了很多猴戏的要领给六小龄童。六小龄童结合父亲的猴戏，下了不少的功夫去反复琢磨，不断学习，最后呢才成为了一代美猴王。所以说到底，六小龄童的孙悟空是从戏曲中传承下来的，老猴王的能耐稍微给了他一点，就够我们观众看大半辈子了。由此可见中国戏剧艺术的博大精深。我们中国有很多外国没有的东西，这是多少被人呕心沥血钻研出来的。
所以我们应当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地方传承下去，再结合今天的东西进行创造，不要埋头弄半天还没有100年前的东西好。再次致敬老一辈的艺术家，希望更多人能把他们的东西传承下去，发扬光大。